我是苏曼多。一觉醒来之后，我和特莱弗还在西班牙，结束了巴塞罗那的旅程。我们来到了塞维利亚。开篇必须来个友情提示：如果有一天你也来到了塞维利亚，提着行李刚出机场，遇见了一位特别面善的大爷，他开着一辆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法系正规出租车，车前面挂着他的信仰，他的右手一直遮挡着计价器，左手轻盈地握着方向盘。你跟他说中文他听不懂，说英文他还是听不懂。你说僧伽罗语吧，你又不会。结果到最后，车费是网约车价格的5倍。那么恭喜你，咱们遇到同款了。我们现在去剧场看演出，看弗朗明戈舞。我们今天是直接飞到了塞维利亚。塞维利亚其实就是西班牙弗朗明戈的发源地，所以在这儿看弗朗明戈舞是必须要去的。走吧。在塞维利亚，我们主要搞明白了这几件事儿：弗拉明戈、吉普赛人、churros 和 tapas。看得出来，学术氛围还是很浓稠的。尤其是当我知道了吉普赛人的身世之谜后，我预感这期视频会让这种氛围更加浓稠的。在 bar 等一下。待会儿开始录像。但是最后它会有一个表演时间，专门给大家录像的时间。From the 5th row up, anywhere you want. Enjoy the show. 第5排。第5排之后，坐边上，最外边的这儿。这只是个小片段，一会儿有更精彩的，别着急。这种弗拉明戈剧场在塞维利亚到处都是，比德云社铺的都广。先说说弗拉明戈是什么，很简单，就是一种集合了唱歌、舞蹈和吉他的表演形式。据说就起源于塞维利亚，是吉普赛人最早研究出来的。一提起吉普赛人，你是不是马上就想起了米里的眼眶？一问他为何流浪，他跟你说心碎的海洋啊。不过这个事儿先放一边，视频刚开始，不妨来点轻松愉悦的。现在早上8点钟，在西班牙你想吃个早餐挺难的，因为我们在巴塞罗那的时候，很多店他们都很晚才开门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在塞维利亚，塞维利亚有很多早餐店，而且他们都是100年老店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寻找一家120年的一个油条店，你知道吗？是早餐是油条配巧克力或者是咖啡。没想到我们在西班牙早起也是为了一根油条。是的，走吧。走。我们去找的食物名叫 churros， 是不是觉得陌生？那我要说吉士果，是不是就觉得耳熟多了？那我再换个说法，油条蘸巧克力，你是不是一下就恍然大明白了？我们找到它了，就是这家店。现在8点钟还没有什么人，太好了。One churro y café americano. Americano, yeah. Thank you. 好大一份，就是油条。对，churro。然后这个就是蘸油条用的。与众不同，第一次用油条蘸巧克力。那油条其实很筋道。你猜这个油条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油条的味道。这跟我们平常吃的其实是一样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同样的工艺。更黏腻一些，就更有嚼头，没有那么脆。但表皮也还是脆的，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？理解不了，除非我吃一口。这是我第一次油条配的巧克力，也是我第一次油条配咖啡。早上吃油条的也都是大爷大妈。
年轻人可能不愿意来吧？年轻人还没起呢吧？可能是。还挺好吃的哈。是，我看他们那边挂了很多火腿。大早清的吃火腿是吗？尝一下嘛，因为油条不够吃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大早清的人家卖火腿吗？咱再加一份这个行吗？可以。谢谢。这个真的太好吃了。Oh, thank you. 哦，好。Churros 相传是西班牙的牧羊人发明的，主要是这东西好做又便携，羊也不爱吃。后来就风靡整个西班牙了。再后来，南美那边也特别中意这个，吃过的都知道，这东西就是油条，只不过是把豆浆换成了热巧克力而已。咱俩来可是时候，现在开始排队了。是的，现在9点钟开始排队了，我们是8点半来的。我们吃完了，还吃了2份哦。塞维利亚人民起得够早的。是的，我身后这个就是当地很有名的都市阳伞。橘子汁儿，我的小咖啡。我点了一杯橘子汁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塞维利亚橘子是非常出名的。你看我身后这一排就是橘子树，现在不是橘子成熟的季节，但是可以喝一杯橘子汁儿。来欧洲旅行，只要你查过攻略，肯定会看到不少防盗提示。但凡有防盗方面的提示，大概率你都会看到一些让你如何提防吉普赛人的。因此，我特意研究了下这个群体。首先声明，接下来的内容我不对这个群体掺杂任何主观偏见，我仅阐述客观事实。踏实了。言归正传，吉普赛这个词是英国人对他们的叫法。我再说几个，你肯定也听过，比如波西米亚人、茨冈人，这分别是法国和俄罗斯对这个群体的称呼。其他称呼还有埃夫吉特人、阿金加诺人、罗里人、艾昆塔卡人等等，但这些称呼对于他们来说多少有点不尊重，所以他们自称为罗姆人。这个一会儿解释。罗姆人通常颜值都不低，所以迷离的眼眶这事儿是真的。从他们遍布全世界的态势来看，流浪也不假。但心碎的海洋这就不对了，他们流浪之前压根儿就没见过海。这个一会儿一块儿解释。OK， 这一趴就先这么地，我们又该说说西班牙的美食了。我们又来吃中午饭了。中午饭现在是下午将近1点钟，他们刚开门，然后我们来到了一家，这个是吃 tapas。等会儿我们再说说什么是 tapas。Google Map 的评分是4.6分，我觉得还行。我们点一个伊比利亚火腿吧。那就一个猪肉，一个牛肉，炖猪肉和那个什么什么牛肉，而且是伊比利亚的猪肉。行，还有什么呀？很出名。点俩不行吗？然后我们再点一个，说是鱿鱼蔬菜的，非常好吃。有名字吗？这个名字是这个，我没有找到。或者你直接给他看那个图片呢？行啊。来了。Hola. We want this pork. Tapa. Yeah, tapa. And beef. Tapa. Can I show you the picture? Chippy. Oh, This one. Okay. Tapa. We want to know which one is better. Montaner. Oh, okay. And the 2 Coke Zero. Cola. Yeah. Zero. Zero. Yeah. Okay. Gracias. 来之前呢，我们俩特别研究了一下什么是西班牙非常出名的 tapas。刚开始我以为是一种食物，最后其实如果说它是一种食物，不如说是一种西班牙人快乐生活的生活方式，一种精神。是的，它最早是大家喝酒的时候给它放在酒杯上，避免虫子掉落，然后慢慢的就盖一个面包片儿。对，或者是肉类，然后慢慢的大家就当下酒菜吃了。所以呢 tapas 它不是专指某一种食物，它包括比如海鲜啦、奶酪、蔬菜、肉类、鱼类、汤类都可以是 tapas。所以我们稍等就会品尝到不同样子的 tapas。tapas 其实是非常小份的食物，然后以下酒菜著称，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吃，这就是 tapas。这个就是鱿鱼蔬菜，说是 tapas， 但是它也分量也不是那么的小，我以为挺小的。也可以了，因为
很多那种小吃就是一块小面包上面放一块鱿鱼，那也叫 tapas。哦，对，最早是一盖儿哈。对，它就很小，一盖儿的量。哎，这个也不错，可以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很精致啊，这个应该是点的那个牛肉。这个着实有点小，但是很精致。开始不？开始吧。你要先尝哪个？这个可能是猪肉，因为咱猪肉要的是炖的。不对，这个是猪肉，这个伊比利亚猪肉，这个是牛肉。不对。你点的什么都忘了，哇，这个好大一块哦。那个是猪肉。这是牛肉。那你的这个也是牛肉。哎，你尝一下这是什么？这牛肉。我就是说牛肉炖牛肉，蛮好吃的。猪肉。猪肉。对，讲着炖猪肉。那尝一下这个，那这个猪肉还加入了一些红酒。是的。啊，这个是牛肉。对。烤牛肉它加了一些黑椒盐，大粒的黑椒盐。提了一下味道，还挺鲜的哈。你吃这个了吗？吃吧。鱿鱼蔬菜，这也是这里的招牌。我觉得它这个菜有一个小心思，我不知道开的对不对。它每个都特意做的有点咸。为了下酒吗？是不是因为这边人口重啊？我就已经够口重了。但我都觉得咸了，所以你就会一直点酒。这家的评分是4.6分，高还是低呀？挺高的了，满分5分。我收藏了很多家，然后这一家是距离我们很近。这么多菜，咱是不是待会儿再找一家尝尝别的呀？我也这么想的，吃不下去吧？吃得下去，这才多少呀？这就是 tapas 的精髓，可以让你品尝很多种。可乐也是酒。介绍完美食，又该往文化层面靠一靠了。这儿是西班牙广场，属于塞维利亚的地标了。这里有各种表演，相比剧场里的演员，这儿的艺人就属于纯的创业者了。看那边有歌舞表演，就是 Flamenco 的街头艺人在表演。他们可能没有我们在剧场看的专业舞蹈演员那么专业哈，但是他们也是跳了很多年的。我觉得这种更加民间，更加当地化。等会儿他这一轮刚结束，他在收钱。因为我这次带的硬币不多，我觉得能看2轮了。我们等他开始再进去。哦，行。罗姆人的形象曾出现在无数的艺术作品中，就比如巴黎圣母院、歌剧《卡门》、
还有那首《流浪者之歌》，由于版权问题就不放了，但我敢肯定你听过，所以罗姆人的艺术成分还是相当高的。但是呢，罗姆人对文化课这边多少松懈了不少，这主要是因为罗姆人对于教育是持有抵触态度的。再有就是罗姆人是外来群体，他们不愿意与当地人有太多交流，与其他人种通婚，他们内部也是不鼓励的行为。这也使得现如今的罗姆人群体还保留着相对纯正的血统。除了唱歌跳舞，罗姆人还比较善于占卜，玩塔罗牌和水晶球是一把好手。当然，盗窃也属于罗姆人的特长，这事儿在论的。有一则传说说，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，正好有一个罗姆人路过，顺手偷走了钉在耶稣心脏上的钉子。上帝一看，狗啊，干好事不留名啊，于是就允许罗姆人偷东西了。这个事儿就当个乐子听吧，具体理由一会儿说。说了半天，还是没说明白为何流浪这事儿。别着急，下一趴又该愉悦一下了。应该是这一家。是外面的，你看呢，里面没几桌倒是。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吃到正儿八经的伊比利亚火腿，我们吃的是猪肉炖猪肉。今天中午那整啊，伊比利亚火腿一小份 tapa 是2.95欧。我们今天呢又找到了一家小店，就在十字街路口。是不是因为现在晚上7点了？是不是还没到饭点？对，没人，没什么人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点了伊比利亚火腿，然后还点了伊比利亚猪排，还有一个大菜，好像也是类似于伊比利亚火腿，上面还有鸡蛋什么的。伊比利亚火腿这么少吗？这就是一小份 tapa， 它这个确实有点少哈。这个太 tapa 了。来，我们先尝一片，这就是最有名的伊比利亚火腿了。略咸，刚刚好，很耐嚼，怪不得到处都挂那么多大火腿肉。还闻着挺香哎，比咱在超市买那强多了。这是那个茄子，蜂蜜茄子，这是什么呀？咱们还点什么？猪排。这是那个大菜。Gracias。这个比较横哦，这个我研究了一下，从那个菜单上，它就是一层面包片，然后这一层叫番茄冷汤，然后上面一层火腿，在上面一个鹌鹑蛋，还不错。这个番茄冷汤属于是地中海饮食了，算是地中海特色。好大一口。我们两个吃完了之后，又来到了一个小酒吧。然后呢，它是非常有特色的，因为它是晚上是有 flamingo 的表演的。看表演呢是不需要付费的，但是去酒吧你可以点一杯酒啊，然后点一些小吃，然后就可以欣赏表演。表演是8点半开始，我们现在差不多将近8点。这儿就是这儿，叫美场吧？对。哇，里边很多人啊，咱们进去吧。我们进去吧，就在这儿。好多人。这儿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它只收现金。咱现金够吧？够的。我们点2杯酒还是够的，刚好肚子里现在只剩下喝酒的空间了。我们真的是从早上一直吃到了晚上。真厉害。这就是舞台，它等一下就会在这儿跳。但是我想它应该是面朝那边，但是我们这个视角也挺好。老规矩，这种室内的表演我们不能拍摄，那就继续说说罗姆人这个事儿。要说为何流浪，就得说他们从何流浪。说了半天，并非是我故弄玄虚，铺垫了这么多，我也只是希望你能有一个粗略的判断。比如我刚才提到的，他们能歌善舞，黑头发、棕皮肤，还有他们独特的服饰。其实很久以前，人们多认为罗姆人源自伊朗，也有人认为他们来自埃及或是土耳其。直到18到19世纪，人们从语言上分析出，他们很有可能来自印度。直到前些年，一次全球性的基因
检测证实了这个结论。罗姆人的确来自印度西北部，他们本是印度低种姓群体。公元11世纪的时候，第一批罗姆人为了躲避战乱，开始了流浪，而耶稣早在差不多1000年前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刚才那个传说也就不攻自破了。现在回想起刚才视频里看到的种种，比如他们的长相、穿着之类的，是不是真的恍然大悟了？以及罗姆人的能歌善舞，那完全就是血脉觉醒了。不过还有哪些技能是觉醒而来的，就不好说了。有没有觉得有点炸裂？别急，本期最炸裂的知识点将出现在下一趴，那是一段有关哥伦布的黑历史。今天呢，我们把时间都留给了这儿。塞维利亚大教堂它非常的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它是世界5大教堂之一，是仅次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，非常之雄伟跟壮观。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教堂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哥伦布葬在这儿，非常的顺利，没有等太久我们就进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先去灯塔吧，有一个吉拉塔的那个钟楼可以观景。又要爬塔是吗？是的。那走吧。我们看一下在哪儿。你看这儿吊着一个鳄鱼。天哪！这让我想起了一部动画片。什么？大盗贼。哎，大盗贼里面有这个吗？我们现在登顶吉拉塔的这个塔钟楼。有电梯吗？好像没有。还好是斜坡，不是楼梯。哦，这是以前的。走吧，找个机位去。这儿。其实我倒觉得这个事情反而不如我们在爬塔的过程时候看到的好。对，你知道一提到哥特的事情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一种 music。我想到的是蝙蝠。吸血鬼。蝙蝠称榜吸血鬼、暗黑风。然后我从这地方看，整个教堂这边的感觉就是我想象当中哥特式的建筑的感觉。塞维利亚大教堂建于15世纪，是在一座清真寺的旧址上建成的哥特式建筑。说它是世界前3的大教堂，那绝对不夸张。这里边的事儿你可能看不明白，但这艺术成就绝对不低。这是有着36个基督生平场景的主礼拜堂，以及其他我都已经叫不上名字的场所。但要说塞维利亚大教堂最有代表性的，应该是这个4王台观了。我身后呢，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4王台观，观就是哥伦布的观。至于这4个王是谁，是哥伦布航海时期西班牙4个古国的国王。哥伦布您各位都不陌生，一句话总结就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，至少教科书上都是这么说的。哥伦布1451年生于意大利，号称是1492年第一个登上美洲大陆的探险家，结果美洲大陆就以第2个登上去的探险家 Amerigo 亚美利哥命名了。这个事儿解释起来是这样的，因为登陆了4次美洲，哥伦布一直认为自己登陆的是亚洲，所以才没用他的名字命名这片大陆。1506年哥伦布去世，他的遗体在西班牙和美洲几经周转，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，哥伦布的遗骸才又被送回了塞维利亚。虽然2003年有专家对4王台观里这具遗骸做了 DNA 鉴定，证明这就是哥伦布的真身，但坊间依然有很多声音声称这并不是。爱是不是吧？反正呢，上述这些基本就是标准答案了。但是历史没有真相，可它却可以有不同的版本。那么接下来说个稍微有那么点暗黑的版本。如果你已经足够了解了，那你可以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、评论，然后该忙忙您的甲。如果你还不了解，上边这套操作完之后，可以继续听我说了。1492年10月12日，几艘小船登陆了巴哈马群岛的萨尔瓦多。和所有强盗一样，哥伦布这次登陆只是踩点，却撕开了殖民美洲几百年的口子。次年，哥伦布率领1000多人，分成10几艘船，第2次登陆美洲。他始终认为自己抵达的是印度，所以美洲大陆原住民也就有了印第安人的称号。哥伦布发现印第安人容易被奴化，于是便向欧洲运回了大量奴隶。当然，他对印第安人的暴行也都不仅限于砍手割耳了，甚至在他第3次登陆美洲大陆时，都已经开
开始虐待不顺从他的西班牙人了。这也正是为什么他被撤掉了总督职位后被押回了西班牙。哥伦布一生登陆美洲4次，1506年死于梅毒。当然，这是印第安人早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就产生了抗体的疾病。纵观哥伦布的一生，完全就是一个侵略者的形象。可如今在欧美，哥伦布完全就是一种配享太庙的存在。其实看得出来，一开始欧洲对于哥伦布的定论似乎还没有现在这么高。虽然是西班牙的摇钱树，可他一直摆脱不了强盗的身份。就比如美洲命名这个事儿，总感觉有那么几分说不通。因为相对哥伦布 ，Amerigo 的头衔除了航海家，还有银行家和商人，以及哥伦布死后遗体的处理。欧洲、美洲折腾了好几趟，西班牙官方也并没有太重视的感觉。所以哥伦布是如何洗白的呢？这个就得从美国独立战争说起了。彼时的美国移民多以意大利人为主，所以意大利籍的哥伦布自然就成为了人们的精神领袖。也正是那个时候，哥伦布才被一步步封神的，以至于1934年，美国有了第一个哥伦布日，也就是10月12日。其实，在查找有关哥伦布资料的时候，我想到了很多，比如之前提到的高迪和他的建筑成就，或是更早以前我们在秘鲁的见闻，甚至我还联想到了郑和下西洋。诸多评述我早已在思绪中构建好了，却在落笔之后一段段的删掉。哥伦布无非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因子或是催化剂，而我不过是置身事外的历史看客，所以有关哥伦布的评述就只参考他的墓志铭好了。这里躺着一位英雄，他改变了人类对地球的认知；这里也躺着一位魔鬼，给美洲带来了灾难和痛苦。